大家好，欢迎收看雷神的游戏解说。各位高手不知道有没有想过，炼狱者要怎么搭配团队才能带出最高远程火力输出呢？今天就让雷神我来为大家讲解重火力小队这个组合吧。重火力小队的搭配由圣骑士、灵能炮炼狱者、药剂师、牧师这4个职业组成，并由圣骑士担任主要输出，灵能炮炼狱者担任第二输出和范围输出，药剂师担任奶妈和辅助，以及牧师担任增伤辅助。此组成队如其名，是个非常高伤害输出的队伍，可以应急单体与范围输出的需要，并且可使用更多不同类型的手榴弹来应付各种场面。但此组合并非完美，其最大的弱处就是缺乏像暴击处决队的高续航能力，也没有3+1队伍的超高机动力。因此在使用重火力小队时，最好的是打阵地战，或是类似慷慨者克鲁西亚图斯、腐化王子莫格拉斯、收获者马拉提安这种 BOSS 战，或打莫特里安的第一队。不建议第二队的原因是因为毅力值到后面会不足且会漏兵。打魔会任务也没问题，就是稍微辛苦点，需要比较多回合。分析完优缺点后，让我们来详细进入每个职业的能力配点、武器、护甲及装备选择。最先介绍的当然就是本队的主力圣骑士。圣骑士的能力配点一定是走向近战，因此我们需要先点出近战修炼的全部能力。接下来我们继续向下点出重锤之手修炼的全部能力。这个技能在后期配上好武器，并打出暴击的时候，可以瞬间消掉 BOSS 近1/3条血量。接着我们向上点出奥根修炼的升级护甲值和致死方修这2个能力，但剩下2个能力不要点。这个原因是我们不会携带护盾，而是会用单手灵能炮来跟炼狱者做一点远程搭配，因此我们不会太常使用到奥根修炼这个技能，所以只需要致死方修来做个保障。之后我们把灵能炮这个能力以及远程武器修炼全部能力点满，这样就完成了远近双修的圣骑士。至于为什么不把重击侵袭修炼点出来，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装备加成的伤害最高只有4点，远程武器随意都可超过这个伤害，然后还消耗毅力值，所以我们不点。近战武器的部分就找可以提高伤害、暴击伤害、暴击率、晕眩等数值的就好，其他不重要，武器种类也无所谓。灵能炮也是找提高伤害、暴击伤害、暴击率等数值的就好。护甲一定要有额外装备槽，第二重要的就是能加生命、护甲值或抗性等数值。其余装备部分建议全部带上加近战的伤害、暴击伤害跟暴击率的物品，也可以带加远程的，但相对没有那么好，毕竟这不是主要输出方式。手榴弹可以带也可以不带，我是选择不带，因为交给炼狱者就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最佳远程输出炼狱者。或许各位会很疑惑，这边炼狱者为什么是携带灵能炮而不是多管灵光炮来做最远距离输出呢？能在20至30格距离炮轰敌人难道不好吗？其实并不是不可以，这个还蛮看个人偏好的。对我而言，在传奇难度多次测试后，我发现多管灵光炮的单体伤害其实还没灵能炮来得高。分散射击虽然看起来很猛，但因为会消耗掉当前所有弹药，反而得多浪费一个行动值来填装，而且毅力就只能用在星际瞄准。反之，灵能炮虽然射程较短，但伤害更高，而且只花2点毅力值就可以对一大片敌人造成6点伤害。就算是没有使用星际瞄准，打单体伤害也是比多管灵能炮要来得高。再加上传奇难度里，怪跟 BOSS 的血量都比较高，因此在续航能力较低的组合中，我个人更偏好使用灵能炮来提高伤害，但这没有对错，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玩就好。能力配点方面，不管你是灵能炮还是多管灵光炮的玩家，都是要优先点出星际瞄准跟其他能力，但不要点其技能的亚空间能力。再来，远程武器修炼的能力也是全部点满。在这之后，你就要选择是玩灵能炮还是多管灵光炮。如果是玩灵能炮，就把灵能突击修炼的能力全部点满，然后去点右边的圣化击杀区加升级持续时间，然后点向右上方的解锁手雷槽位。最后一个能力点可以点击杀区修炼的持久反射，
或作战装备修炼的升级弹药，就看你是想要每个回合能够多使用一次自动技能，如回击，还是多一颗手雷。玩灵能炮的话，我个人是更偏向多带一颗手雷来提高输出。多管灵光炮的能力配置跟灵能炮大同小异，只是我们点的是多管灵光炮修炼，而不是灵能突击修炼。然后因为支援火力这个自动技能的关系，我会点持久反射，而不是手雷弹药加1。不管是多管灵光炮还是灵能炮都非常的好玩，但切记点了一个武器的能力，就不要去点另一个武器的能力，不然相当的浪费。除非你执意要弄出一个36点能力全满的超级炼狱者。武器方面，灵能炮主要得加伤害、暴击伤害跟暴击率，射程跟其他属性并不是很重要，有就拿，没有也不会影响太多。多管灵光炮则是要尽量加伤害跟射程，不然你伤害有点低，又没有射程，你还不如拿个近战职业来玩。装甲方面也是一定要有额外装备槽，然后第2、第3属性尽量找加血量、加护甲值的，不然就是要多给手榴弹那种。因为炼狱者不能穿戴终结者装甲，本身能力也不加血，所以就是个行走的玻璃大炮，被碰没几下就直接碎掉。其余装备最好的就是加远程伤害、远程暴击率，最后才是加弹药，因为这个职业到后期并不是特别缺乏弹药。现在要来介绍我们的奶妈药剂师。药剂师是此队伍不可或缺的职业，因着炼狱者是个玻璃大炮，再加上续航力较低，因此药剂师就是保持队伍滚动的滚轮。没了药剂师很常会出现重伤状态，尤其在传奇难度的魔会任务中，没有药剂师的审判官瓦基尔几乎就是在送头。药剂师能力的配置很简单，终结者护甲必点，之后战地医疗升级，除了毅力值以外全部点满，然后把近战修炼也全部点满，接着把4副头骨升级的装备解锁点出来。亚空间速度修炼也是必点，但是其中的升级生命值可点可不点，因为药剂师可以穿终结者护甲的关系，所以并不是特别需要担心生命值。最后就是钢铁之臂生物术全部点满。那为什么在输出主力不是晕眩处决的方式下，还要去点出这个能力呢？因为虽然处决不是重点，但是能多一点晕眩也是很好的。毕竟炼狱者的远程攻击也是能打出晕眩来跟圣骑士配合的。如果大家不想点升级晕眩，可以把这个能力点在亚空间速度修炼的升级生命值，或4副头骨的弹药升级，这样可以多一点生存能力或医疗能力。近战武器部分必带医疗仪，没有医疗仪根本不能治疗，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带什么高伤害武器。医疗仪的附属性最好是能升级到净化，但没有也没差，有什么附属性就带什么就行了。远程武器只能携带风暴爆石枪，主要找升级能加伤害的，其他升级能加什么就加什么，属性倒不是特别的在意。终结者护甲如果能农到学者的奉献是最好的，因为含升级在内，这个装甲总共可以给加到5点毅力值，还可以加额外4点护甲值，以及拥有力竭免疫。力竭就是被近战攻击时不会掉毅力值。其他装备槽可以携带手榴弹来提供更多输出，或是可以带神圣熏香加更多毅力值来不断补血。这2种带哪一个都没有错，就看你想要多一点输出、控场，或是走安全路线来多一点补血。想要带象征肩甲来提高生命值也是可以，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没有那么好，因为这个东西它只对药剂师有帮助，对团队的协助并不是很大。至于4副头骨部分，我建议是带医务员头骨，但是有些玩家可能会更喜欢欢呼者头骨，来造成1回合的狂怒，让敌人有机会互相残杀，这个就看各位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牧师。牧师绝对是本队的 buff 之王，不论你是要近战输出、远程伤害，或者是 AP 的提高，它都能为你增加，所以必带牧师。在这个队伍，牧师必须优先点满憎恨修炼的所有能力，再来就是点满力量修炼所有能力，接着是戈尔王修炼的所有能力，最后是把收敛修炼的升级抗性及装备槽位点出。依照这种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提供不同的输出需求。
例如，在牧师还有行动力时，如果可以处决目标，就应该唱一个憎恨祷文；如果不能处决目标，但是可以输出，就可以依据进行输出的骑士职业来决定是远程输出的指引歌调，或近战远程皆可用的力量之语。近战武器，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是守护之杖类型的，因为守护之杖类型的武器通常都会给加伤害以及几率性启动宙斯盾。这类武器配上终结者护甲，可以大幅提升牧师的生存能力，同时在高难度游玩下降低药剂师的医疗压力，还可以在必要时做一个转移对方火力的小坦克。远程武器可以随便携带，反正你也只能使用风暴爆矢枪，所以就随便带一个你能给最好的就行了。护甲的部分，优先装备有额外装备草的，然后副属性最好能给额外毅力值或护甲值，但要以毅力值优先，其他升级属性随便点。额外装备槽就是毅力值加好加满，例如神圣熏香就很棒。再来就是象征肩甲加生命，结界也要高加抗性。圣洁碎片在这个队伍组合下没什么用，因为牧师不会去点出给予苦难的能力，也没有自动能力，所以别带。手榴弹可以依据情况配置。最后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希望对大家的编队思路有帮助。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我都会尽快回复。祝各位灰骑士指挥官斩妖除魔，所向披靡。